为了赢得50万美刀，这个女人竟然直接把活生生的蚯蚓当成意大利面生吞了下去，还不忘在镜头面前张开血盆大口以示真实。如果你觉得自命不凡，拥有常人所没有的超级抗冻能力和挨饿技能，不妨也来试试，说不定这50万美刀你就可以轻轻松松将其带回家。现在请各位点个赞并系好安全带，跟随知识鼻祖一起领略10位奇能异事的荒野独居。荒野独居迎来第3位挑战者杰西女士，她不仅是一名荒野求生专家，还是一名前叙利亚空军教员，专门教导学员如何在恶劣的条件下生存、躲避以及防卫和逃脱等专业技能。这就不难解析视频开头杰西面不改色的生吞蚯蚓。至于其他，像制作绳索、设置原始陷阱、用公钻钻木取火，对于杰西来说简直就是吃生菜那么简单。而他这次的参赛目的也相当明确，那就是赢得比赛，开办一所属于自己的女子户外生存技能学校，同时向全世界证明女性也可以独自一人在荒郊野外有足够的生存能力。节目组这次把杰西放在一个林密草深、险候湿地，这种环境最适合猎人捕猎动物，不过同时也特别适合大型猎食动物的潜伏，也就是说捕猎者和被捕者可以瞬间角色互换。杰西现在首要目标就是搞清楚方向，顺便寻找一个合适扎营过夜的地方。可没走几步路就发现了这片森林的主宰熊老大的脚印。在拉布拉多这个鬼地方生活着数量众多的野熊，大概有6000到1万头之间。不想与熊老大来一个近距离接触，杰西必须加快步伐，赶紧找一个临时庇护所过夜。经过大半天的寻寻觅觅，他终于找到一处地势比较平坦、树木相对没有那么密集的地方，搭起了帐篷。为了防止下雨淋湿生火树枝，还特意留出地方存放木材。当然，想睡得舒服一些，一张合适的小床必不可少。这就是杰西在拉布拉多荒野的第一个临时住处。看上去虽然简陋，但杰西表示相当满意。到了晚上，睡得正酣的杰西突然被一阵嘈杂声惊醒，以他自己判断，就是熊老大在逛夜市，而且距离他的住处差不多有30米开外。不过杰西似乎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惧怕，他还对着镜头指出熊老大此时的活动轨迹，而且还调侃道：若下次再有机会与熊相遇，说不定就是在锅里炖着呢。紧接着他继续安心的一觉睡到大早上。不得不说，此女人的心胸真是大的离谱。换做在座的各位，你又会有怎样的反应呢？拿着弓箭一路口吐芬芳的就是第4名参赛者胡安，他正在丛林深处左穿右插寻找合适的庇护所建造地。胡安的人生信条，凡事不能期望太高，一旦有突发事情来临，也不至于失望而归。这次来参赛的主要目的就是挑战一下自己的生理和心理所能达到的极限。胡安从小到大都敢于挑战各种有难度的运动，可以说上天下地无所不敢。至于荒野生存本领，自然也不在话下，向野外生活取暖，猎捕各种小动物，当然也是顺手拈来，毫不含糊。为了赢得这场比赛，胡安不但提前增肥了60磅，他更是提前做足了荒野独居的功课，进行了一次为期100天的野外探险。他去到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独自打猎设伏获取食物，还尝试了人在极端状态下饥寒交迫是什么样的感觉。俗话说得好，女人就是男人的动力源泉。胡安为了迎娶自己的白富美，这次的50万美刀志在必得。突然，胡安在偌大森林里发现了一大坨动物精华。你没看错，这一大坨是熊的粪便，而且还很新鲜。如果这种事情让其他参赛者碰见，想必会绕路而走之。但胡安非但没有惊恐，而觉得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在他的脑海里，如果能猎杀到一头熊老大，那么这场荒野生存比赛妥妥的10拿9稳。这会不会有点拖大了呢？他开始一边寻找熊老大的踪迹，一边寻找合适安营扎寨的地点。时间飞梭，胡安终于找一处合适的地方扎营。这里地势平坦而干燥，而且视野开阔，方便观察来者何物。不但建房采光好，离水源也很近。事不宜迟，赶紧行动！一根绳索，一块防水布，简单的3角形庇护所就立马呈现眼前。为了防止晚上睡觉的时候南北通透，还是找一些木头来堵住另一边的通风口。完美的庇护所算是大功告成。就在此时，上天似乎知道胡安已经饥肠辘辘，
突然从附近传来了松鼠爱的呼唤。胡安当然不会错失大餐的机会，立马拔弓就走，寻找那只高声歌唱的松鼠身影。勘察一番之后，胡安并没有逮住松鼠，而是如获至宝的捡到了一大堆空罐子。回到营地之后，胡安立马对空罐子实施人工改造，他把所有的空罐子前后都打通，然后把它们全部连接在一起。原来经过胡安的一番心灵手巧，居然把空罐子变成了一个高大上的铁炉子，而且带烟囱的那一种。不得不说，胡安的野外生存能力确实有2把刷子。安装完毕之后，整个庇护所的确上了一个档次。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步骤，就是用粘土把整个骨架包裹起来，封闭所有的孔洞，防止热量散失。这么一来，庇护所既可以保暖，同时也可以烘烤食物和烧开水，一举三得。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玩意，竟然花费了胡安很多时间，直至晚上才把工程彻底完工。老远就听见一位歌神正在唱洗脑神歌，至于唱的怎么样，就留给大家评论了。他就是第5位参赛者杰奎斯，他是一名冰川导游，专门从事冰面攀登，所以极端的环境对于杰奎斯来说肯定是家常便饭，习以为常。杰奎斯从11岁就开始独自在森林中生活，他这少年老成就是这样练就出来。不要说生活取暖、制造捕猎陷阱，甚至一整套生存技能，包括捕鱼、狩猎以及搭建庇护所等等，在他看来就像喝水这么简单。杰奎斯在森林四处游荡之际，突然发现一个19世纪的铁质捕兽夹。这种威力像老虎钳的捕兽夹，一旦触发，夹子就会瞬间收紧夹住经过的动物，使其动弹不得。杰奎斯随意把弄了几下，居然还能用，看来老天爷对杰奎斯不薄呀。回到临时营地休息的杰奎斯，突然被附近一只松鼠的声音吵醒了。他立马带上弓箭前去一探究竟。果不其然，一只松鼠正在树顶上欢天喜地地跳着探戈。谁知它短暂的一生即将结束，杰奎斯毫不客气地拉弓射箭，松鼠女士就这样饮恨西北。正当杰奎斯准备为松鼠女士更衣沐浴之际，谁知松鼠女士的同父异母松鸡大哥也出现在杰奎斯前方。为了他们可以一家团聚，杰奎斯果断伸出援手追了上去，又是一箭命中。只不过松鸡大哥似乎不想坐以待毙，在他临死之前也要挣扎一番飞入深处，使得杰奎斯费了9牛2虎之力才找到他的尸首。开局没多久，杰奎斯就这样完成了完美双杀，这也太夸张了吧！妥妥的人生赢家。事不宜迟，赶紧生火做饭，来一锅松鼠炖松鸡。在等待美味出锅的时候，多愁善感的杰奎斯想起了自己悲惨的童年，从小父母就离异，导致自己的性格独来独往，不太喜欢与人说话，内心的脆弱时常伴随着同学的嘲笑与凌辱，这样不堪回首的童年阴影，即便到现在长大之后，时不时也会莫名其妙的触景生情。不过没有什么伤心的事情是一顿美食搞不定的，如果有，那就来2顿好了。杰奎斯一边享受纯天然的松鼠炖松鸡，一边感受大自然的生命气息。想必此时的他定能暂时忘却过去，享受当下。到目前为止已经介绍了5位参赛者，那后面剩下的5位参赛者又会有怎样精彩的表现呢？我们拭目以待。想知道后续发展如何，请记得点赞加订阅。如果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提点，欢迎评论区交头接耳。下一期我们不见不散。